来，我们画一个太阳形的。来，首先我们来分解一下啊。那我们就画一个太阳形的。太阳形，既然说太阳，那肯定是个圆的啊。太阳形中间是有一个圆，中间是一个圆。来，我们画这个太阳形的，这个是花心，那么也是把它分4组，好吧？太阳形的更简单啊，它直接分为四部分就可以了。太阳形的更简单，直接分4部分就可以了。我们的包菜形的分了4部分，外面还有一圈，但是太阳形直接分4部分，而且它的花瓣都是往外展，花瓣都是从4个方向往外展。从4个方向往外展，当然我们在中间偶尔画1-2个花瓣，让它有穿插或者是卷起来的，中间的地方偶尔。那这个太阳形的更简单，我们直接分4块就画完了，那每一块的话，我们一样的要注意这个花瓣的大小变化，颜色的深浅变化。还有这个物象的这个虚实变化，实虚，你看我写错了，虚实变化。那么还是一步部分的给大家分解。好，我们还是一样的加一点底色，我们把这个底色稍微的调一下，因为底色放干了啊，有一点干了，有点干，我们加一点点水进来，把它搅和一下，把它调匀一下。底色不需要太，我们画这种稍微深色一点的，就是有些家人说这个底色被笔里面的颜色弄脏了，只要你把它搅匀还是可以用的啊。你看我这个也弄脏了，因为我笔里面的没有洗干净，弄脏了也是可以用，你把它搅匀还是可以用的啊。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，我们来调色，还是用这个颜色啊，还是调这个藤黄。好，一步的哈，这个1、2、3、4，我们来分4块啊，分4块去画。那第一块，这个是花心，我们第一块在这个地方，这是第一块，我们把第一块已经拿出来，先画这第一块，把第一块拿出来。我们每一块稍微的有一点区别，但是区别不大啊。但是我们要有变化，都是在同样的花瓣都是一样正反瓣的组合。这个太阳形的全部都是正反瓣的组合，但是你要看它的细节上的这个花瓣的大小啊什么的，这些颜色深浅啊。好了，第一部分的我们先画出一些这种反瓣来。第一部分也是一样，反瓣从外面啊，这个看一下这个箭头，它的花瓣都是从外展，从外面展开，从这个花心往外展。那为什么说是太阳呢？它就是像太阳一样从外展开这个光芒，这个是小太阳，光芒从外面展开。那么把第一层这个的地方的花瓣，我们可以画成这个反瓣，也是一样画反瓣啊，来画出各种各样的这种反瓣，可以大一些啊。那这个也是一个反瓣是吧？我们画了一个之后，接下来花瓣就沿着这一个花瓣去走就行了。沿着一个画完了之后，沿着它的一个去走。那一个大的，我们旁边可以画一些这种小的，是吧？大的旁边有小的，那小的再来一个，再大一点，让它再窄一点、短一点的，让它每一个3个都是有变化，是吧？这3个都有变化。那么接下来再来画，我们可以让它从对面来一个哈，从对面来一个。那这2个稍微差不多长，我们可以把它加长一点啊。对面来一个，是吧？都有变化，每一个都是不一样的，这个都是有变化。来，这个背面我们又来一个背面的，又宽一点哈，又宽一点，再长一点。好，大中小，小小大，
那这个宽一点的旁边，我们可以再包一个过来，让它层次显得更多一点。这种就有这种窄的这种感觉，这些宽的就感觉有一种窄的，有宽有窄。好，这里2个都是短的，那我们后面要不要来一个长一点的、大一点的啊？好，我们这一块这一部分基本上画这么多也差不多，我们可以再补充一点点啊，再补充一个包起来。好，我们这一部分的这一个我们就画这么多，行吧？这个架子就搭这么多，这个架子就搭这么多。这个是第一部分，太阳还在这里，花心在这里啊。这个是第一部分，这个太阳形的我们就把它分4部分去画，然后第二部分在这个地方，好，第二部分在这个地方，第2，那它还是沿着这个花心花瓣往外展。好，这个是花心往外展，我们还是一样的把颜色调好。这个是搭架子哈，架子搭好之后，我们一朵花其实简不简单？你们说简单吗？真正你把它按分解式的教学，大家学起来简不简单？我们把它分解之后，它就分几个部分，你去把它画，就组成了一朵花。把架子搭好之后，你去补上正瓣，它一朵花基本上就完成了。好，我们第二部分我们还是一样的，这个花瓣的箭头往外展哈。那第二部分我们的这个花瓣要画成怎样呢？我们这一个是不是全部往外啊？那第二部分花瓣我们稍微的有一点点这种参差的这种长相，虽然说我们的整体的势是往外展，但是我们偶尔要画出几个横向的，偶尔画几个这种横向的。偶尔画几个这种卷起来的这种感觉，就不要让它太统一了啊！来，继续卷，偶尔画几个卷起来的。我们刚刚说了哈，在中间偶尔画几个卷起来的花瓣，它会显得更加特别一点点。那我们有一些可以卷到这个花心中间去了啊，来，笔尖再补充一点点。我们这里可以继续补充一些层次，哎，感觉穿插过来的这种感觉啊。好，有几个这种穿插过来的，那这2个有点对齐了，我们可以中间加一个大一点的过来，来，笔尖补充一点点颜色，那几个穿插过来就可以了。我们继续，花瓣还是要往外展，整体的还是要往外展啊。来，画一个大一点的，大一点的旁边来一个瘦一点的、小一点的，可以对着它，跟它对面来，有大有小，有各种不同朝向的。来，这里这个花瓣还是继续，还可以往这个方向啊，就是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模式，你就要画出变化。要画出这种大小长短的这种变化，那2个大的旁边，我们要来这种小的，然后又来大的，宽一点的，我们对面又来一个哈，对面的。来，这边这个大的旁边，我们也补充一个小的，那基本上这一块我们第2块我们基本上就这样子也可以了。那我们看一下啊，我们讲有的时候忘记给大家标了哈。你看这个花瓣，这是大啊，这个也是大，那这些是不是小？这也是小，这个也是小。那这是不是长的？这个又是不是短的？有长短、大小、长短的这种变化。
然后这个也是一样哈，这个也是一样，这个是长的，这个是短的，那这种是大的，那这个也是小的，大小长短的这种变化，这种对比关系啊，就是要有变化，一定要画出它的变化来。好，这个是第2部分。那么第3部分，我们接下来画第3部分啊。第3部分还是沿着这个太阳往这里这一块啊，也就是这一块，第3部分，那它还是往这边展开，还是沿着这个花心往外展开。来补充一点颜色，其实太阳型的它是最简单的，它都是一样的。都是一样的啊，就是往外展开就可以，你需要画出它的变化就可以了。但是你画的时候，你从1、2、3、4，我们只是这样子去标哈，标1、2、3、4。但是你画的时候，你不一定说要先画1，你可以先画3，你可以先画4，可以先画2，都可以啊。先画哪一个都可以。好，我们第3部分这个花瓣还是一样的，这个是花心啊，沿着这个花心这样子展开。那花瓣还是画这种反瓣，侧面的花瓣啊，大小不统一的侧面的花瓣去组合。组合的时候我们要看大小，我们先画一个之后，其他的花瓣都沿着这一个去画，一个大一个小，然后又一个大一个长一个短，来窄的旁边又有这种宽的，让它就有这种各种各样的变化啊。来这里也会有一些这种重叠的这种感觉，也要有这种重叠的感觉。那也要画出一些对面的，正的反的都要有哈，正的反的都要有。来，再来一些这种重叠的这种感觉，补充笔尖上补充颜色啊，要不停的去补充颜色。好，这里又来一个稍微宽一点的，来这里可以出来一个。好，这第3部分，我们就这样子就可以了。这第3部分我们就这样子，这个架子就搭成这样子就可以了。也是一样，有这种大的，也有这种小的，那也有这种长的。那也有这种短的，有长短大小，就是这些变化，我们在画的时候就是画这些变化。这个是第3块，那么第4块，其实每一块都是一样哈，还是沿着往外伸展，还是往外伸展。我们第4块的画的时候，我们稍微的有一点点变化。那么第4块的时候，我们怎么画？我们把这个花瓣稍微画窄一点，哎，我们就不要整朵花的花瓣都差不多大，这个画更窄，更密。笔尖要不停的补充深色。好，这个更窄，很瘦的这种反瓣让它很瘦。好，有这种参差的这种感觉，看到了吗？就是你画的时候要有一些这种参差，有一些这种变化。好，这旁边又有小一点的，好，笔尖不停的要补充颜色啊。好，让这一块的这个花瓣全部都是窄的、小的，那也有一些这种对面的，笔尖我再不停的补充这个底色啊，不停的补充这个笔尖的这个颜色，来让这一块，好，这一块是不是稍微又有一些区别了？它全部都是这种窄的、长的，也显得它的层次很多。它也有这种长的，也有这种短的这种变化，长短的这种变化。我们画的时候要注意画出它的变化，不要太多平行，也不要太齐了。像我们，假如说我们画这3个是齐的，那这3个是齐的，我们可以打破一下，我们可以在这里加一个小的，把它打破一下。尽量不要太多这种齐的，好不好？尽量不要太多这个齐的。那我们太阳型的就特别简单了，我们就分为4块，4块全部都是正反瓣的组合。那现在我们这个架子搭好之后，那第2步，我们太阳型的就分
就分2部分就可以画完了。把架子搭好之后，把里面的正半都补上，就完成了啊！把里面正半就补上就完成了。那么太阳形的我们就直接分解了之后，分解这个架子之后，我们直接来画这一朵花了，好不好？你看我们这个太阳形的就是分4块，1、2、3、4，朝着这个四边去展开这朵花。这个太阳形的其实是也是我们的一个基础型的花，所以这个太阳形大家可以多练啊，练基础花型。它是一个基础花型，把太阳形练好，它也是一种练笔法。你们刚开始不要练这些太难的，好不好？你们就练这些简单的，好吗？可以吗？就是包菜型啊、太阳形的这种基础花型，先把它学会。这个花心怎么画？这个花心的话，就是你先把这个花心标出来都可以啊。这朵花，假如说这个花心在这里，你先可以画一个花心在这里啊。先画一个花心放在这里。好，我们先来调色，还是一样，把这个藤黄均匀调一层在笔的1/2的地方，然后调这个玫瑰红，每一种颜色都要调均匀。我们的笔是睡在盘子里调，把颜色由深到浅的调到我们的笔肚上去。好，我们先画哪一块呢？我们先画哪一块都可以啊。我们可以先从这一块开始画。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层，我们从第4块，开始画啊，或者是从第3块、第2块都可以啊。那么从这一块开始画，带点勾，按下去提起来，重点按下去提起来，往后拖。好，这个都是练侧瓣啊。我现在画侧瓣的时候，不会的家人们多看一下我怎么用笔画。再来带点勾。按下去，沿着它来一个小一点的，喜欢这种花型是吧？来，再补充一点颜色，在它的旁边再来再补充，继续来。好，来正面正对着它们来一个。好，来一个弯一点的，笔尖再补充颜色，笔尖要不停的补充颜色啊，让这个花瓣感觉有这个叠加的这种层次。好，笔尖再补充颜色，再来一个对面的，笔尖上再补充颜色，好，这个包起来，再往后来一个。好，那这一块基本上完了，这一块的这个架子基本上可以了。那我发现这3个有一点齐，的时候，你在这里加一个小小的就可以了，加一个小小的把它打破一下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一块的架子已经搭好了，是不是？这一块的架子已经搭好了。那么这是第4块，然后我们再画这一块的，继续来啊，补充一点正瓣，补充一点底色啊，说错了，补啥色？来，先调这个藤黄，然后调这个玫瑰红，然后笔尖调这个牡丹红，颜色是藤黄、玫瑰红、牡丹红、胭脂，均匀的调哈，几种颜色均匀的调在笔肚上。然后我画这一部分我们可以先画一个大的出来啊，按下去提起来，重点按下去提起来，往后拖。先画一个之后，其他的从中间画一个之后，其他的花瓣就沿着它去展开，其他的花瓣从它沿着它展开啊。来，里面有一个这个层次叠加这种感觉啊，叠加的这个花瓣出来，笔尖再补充一点深色，然后这个花瓣又从这里面出来，
就感觉它有点叠起来这种感觉哈。那这旁边再来一些小一点的、短一点的，笔尖再补充深色，从这里再出来一个。来，背面再来一个，背面来一个。你看这个缺口，我们再去补。注意这些花瓣要有大有小，有变化啊。这有一些交叉，有一些叠加。那这个可以沿着这个花瓣补一个更小的。来，这里来一个更小、更矮。可以来2层。那第二部分已经画完，第二部分也可以了。那我们现在画这一部分，画这一部分，我们现在都是在搭这个架子啊，都在搭这一朵花的架子。我们来画这一部分啊，这一部分我们刚刚说了，有一点点卷起来的，它卷到这个花心里面的，有一点点卷到花心的这里面。好，再来一个，有一点点卷起来这种感觉啊。有点横向。这边一个，那边一个，好，这样子横向来，就有一点它的花瓣有的时候长到有一些各种姿态都有。大自然的花瓣它肯定是没有规律的，肯定是没有规律的。好，我们继续这个花瓣，继续往这边长，这直展开啊。就是有大有小，有变化，有宽的，有窄的，有长的，有短的。这里可以再来更小一点的，看这个层次更多，内卷的更多。好，各种各样的朝向，各种各样的朝向。那这些缺口，有些缺口我们就是让它留大一点没有关系啊，留大一点。然后这个花瓣沿着它包，沿着它包，大的旁边有小的，小的旁边有大的。那我们再来一个宽一点的，稍微来一个宽一点的，让这个花瓣让它突然有一个大的出现。这样子形成了这种大小的这种对比关系。好，这里来一个短一点的，来一个短一点的啊，长的有长的有短的。好，我们再补充一点底色，笔上有点干，我们就补充一点点底色。来继续调色，调一点藤黄。好，我们这边的花瓣，那这边这一块的花瓣，我们可以不要都画成这么长的，可以稍微更大一些的啊。好，直接这个侧面的花瓣直接大上来，大起来。来，还可以画出这种宽的，这种特别宽的，画出这种特别宽的，让它有跟这边有区别呀。我们要画出它的区别来。这个就是区别，这个特别宽，特别大。来，这后面可以有一些小的，也会有些这种宽的、大的，旁边也会有一些这种小小的，让它有这种强烈的对比。好，我们这个架子就搭这么多哈，这个架子就搭这么多，这里面还有更小的啊。也要让它有大小的关系，它这一块也要有这种大小的关系。那我们这个架子就搭这么多就可以了。
好，我们这个颜色没有了，我们再挤点颜色出来。颜色没有了，挤点颜色出来。那么现在第一步搭这个架子，架子搭好之后，我们就画第二步。第二步把这个花瓣，把里面的正瓣都补齐了。来，笔上加一点颜色，我刚刚直接用这个笔尖去蘸了一下颜色。那么补充正瓣的时候，我们这个颜色就要调饱满一些了，调饱满，看到吗？颜色要调多。好，我们来补充正瓣啊，把颜色调饱满，颜色调饱满，调多一点颜色，让颜色饱满一点。我们的正瓣用颜色深一些的去画，它这朵花里面的这种颜色层次，它才会出来，有这种颜色深浅的这种层次。好，我们补充正瓣还是一样，从这个根部最深的地方补上这个胭脂，这个缺口这里来，这两个花瓣是对着的，我们就把它补充一个卷瓣，从这个缺口到这个缺口停，然后再从这个缺口这里再来一笔，然后再把这边的缺口这里调整一下，然后这一个花瓣是不是就补充了？这个是不是一个卷瓣就补充完整了？好，我们再补充一点点颜色，笔尖还是补充一点点胭脂。好，这个根部这里还是用最深的胭脂，这个基本上没有正瓣了，看不到了。还有这个，来补充正瓣，从这个两个反瓣的这个中间这个缺口这里，笔尖在缺口最深的地方侧锋行笔补过来啊，要不镜头再近一点。好，我们的补充颜色，笔上要补充颜色，要保持笔肚里面的颜色很多哈，很多。好，我们继续来这个小的里面，也是一样补充这个正瓣。那小的里面这个正瓣可以包上来啊，包上来的时候我们要有一点点缺口，你看这个缺口要留出来，就不要补得太圆了。好，补充颜色，笔尖补充这个胭脂，还是一样，从这个根部最深的地方补上这个胭脂色，还是一样的侧锋，从这个最深的地方侧锋行笔过来。好，然后再把这个边缘的这地方再整理一下，可以了。这一个是不是这几个这个花瓣？我把这两个颜色用不同的颜色让大家看得更清楚啊，让大家分辨得更清楚。好，补上这个正瓣，你看这几个补上之后，马上就有正反瓣的这种感觉了。来，你看一下，再继续补充，这两个反瓣是对着的，我们就从中间下笔，沿着它的这个边缘到这个缺口停，然后从这个缺口再出发到第二个缺口停，然后从这个缺口，然后再来一笔。好，我们笔尖再补充一点点胭脂，然后把这一边再来调整一下。好，这个就可以了。这个就补充完了，这个里面就是不是感觉是有一个卷瓣啊？有个卷瓣。好，我们继续再补充颜色。
来继续来侧锋，侧锋过来，你看又沿着它包起来，后面沿着它的背后包过来。那这个就是就是很多人说不会组合，这个就是特别教这个，专门教这些画组合啊，正反半的组合。所以说不会组合的家人们，这个今天的这个课程你们得用心的听了啊。来继续来补充，这里面补充一个碎瓣出来。笔尖补充胭脂，笔尖补充胭脂。你看这个小小的里面也是要补充一个正面的花瓣补出来。好，现在笔上有点干了，有点干，我们加一点点水分。那我们现在画正瓣的时候不用底色，是补的水啊。还是这个缺口用最深的颜色补上。好，这个小的花瓣也可以伸出来一点点这个正瓣啊，伸出来一点点这个正瓣。基本上画一笔，这个笔尖上要补充一点点深色。好，这个缺口最深的地方，我们来补充一个稍微大一点的，就是让它这个花瓣让它有大小变化。你看这些都是小的，我们偶尔要来一片大的，让它有这种大小的这种对比关系。继续调色，继续来补充，继续来补充里面的正瓣。好，这些缺口里面用最深的颜色补上，沿着这个花瓣到这个缺口停，从这个缺口再出来一点点，然后这个小的缺口里面调整一下。好，继续补充颜色，笔尖补充一点点胭脂。这两个反瓣中间最深的地方，侧锋行笔哈，过来侧锋行笔，然后把这边两边调整一下，补充颜色，补充颜色。这一个大的缺口里面，大的花瓣里面，我们直接这样子补上啊，直接补上，点点点，用点加推的方式去补，就不至于说把这一个花瓣补得太圆。尽量不要太圆，我们要有长短的这种变化。你看我们这一笔短的，这一笔我们就要把它加长一点，尽量不要让它太齐了。好，继续补充颜色。好，这个里面继续补充一点正瓣，补充一点正瓣。好，继续补充颜色，补充颜色，然后从这个缺口最深的地方补上最深的颜色，沿着这个反瓣的边缘去补啊，沿着反瓣的边缘去补，到缺口这里下笔，就是不要补的时候直接直线过来，你要沿着这个反瓣的这个边缘内部的这个边缘的这个缺口去补。好，这个小小的里面也是要补上啊。好，这里来一个小小的包起来。好，这个最深的地方也是补上最深的这个花瓣，沿着这个边缘啊。好，这个花瓣从这里包过来，笔尖要有深色，否则的颜色都是到一起了，就成一团了。好，这里缺口我们可以加一笔。像这些地方我们随便补上一些什么花瓣来都可以。来，这个花瓣可以伸出来一点点，伸出来一点，不要让它太齐了。好，继续来补充，继续来补充这个反瓣，有反瓣的地方，你沿着这个反瓣的这个边缘到缺口这里停，
然后从这切口这里再出发，笔尖再补充深色，然后把这一边的这个反半这里再调整一下，花瓣可以画出来一点，大一点点。好，笔尖再补充颜色，来根部的地方最深的，直接补上这个胭脂。缺口最深的地方过来。好，这个地方还可以再补充一层，让层次显得更多一些。好，我们现在把这所有的这个反半里面的正半都补上。好，这个里面继续来补充一个大一点的，虽然这个反半很小，但是我们可以补上一个大的一个正半，就不要让它所有的花瓣都是小的，我们要有这个大小的这种变化。笔上干的你就去补充一点水啊，那我们补充这一边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稍微的颜色浅一点点。想颜色浅一点点，我们就把笔稍微的洗一下，你蘸一点点底色。只有你蘸了底色，你的颜色才会浅下来，而且蘸了底色，你的浅色才会有这个厚度，就否则你这个底色就显得很虚。你光是水的话，那你想浅色的地方，我们就调一点点这个藤黄，然后调一点点这个玫瑰红。就是我们一朵花里面都要有这种深浅的变化，总要有一个地方是浅一点的颜色。那我们就把这一个地方，因为我们这些已经都画成了深色了，所以说我们只能把这个地方作为浅色的。我们这个花瓣就稍微的浅一点哈，这样点过来。来，这个根部的这个花瓣也是稍微不要画的，不需要说把这一块的花瓣画的太这个认真，就是画的稍微虚一点哈，点，用点的方式。好，我们的笔肚上干了，我们稍微的再蘸一点点底色，稍微的浅一点点哈，这一块的颜色，补充一点点藤黄，补充一点点玫瑰红。来，这个缺口也是补上一些这种碎的花瓣啊，用点的方式去补啊，点啊。好，补上一些浅色的，稍微的碎一点的花瓣。好，这个根部这个地方，我们还是要稍微深一点。根部的地方，我们还是要有深一点的颜色。好，这一部分就让它虚下去，虚一点的。好，这个缺口我们再来补充一点。好，我们先就这样子哈，先不管，我们最后再去调整它的花型，那我们现在补完之后，发现这个花是不是很怪啊？就还是不好看啊？那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调整哈，调整它的这个整体。那么颜色可以多调一点点啊，来，笔尖蘸一点胭脂，调整这个整个花型。我们把这个缺口这里该补的补上一些这个碎的花瓣啊，那这种碎花瓣你直接点一笔就成了啊，然后这里可以加一些层次，直接加层次啊，来补充颜色，笔尖补充颜色。你看这一块又很齐啊，我们在这一块继续加层次啊，加了之后偶尔回一下笔，就不要让它太齐。然后这补完之后，你发现就是不断的在创造矛盾啊，有矛盾之后我们要去解决它，你看这里又是一个矛盾，三个差不多大，那么这边又要去把它均衡一下，这三个花瓣刚刚是齐的，而且大小又差不多哈，我们又要把它均衡一下，把它改一下，把它变一下啊。这是在上面不断的去补充层次，
笔上干了，我们就加一点点水，然后调色。调色还是一样的，有3个颜色，由深到浅的这种渐变的颜色。好，我们再继续看一下这个后面的这种缺口啊，这些大的缺口，像这个花瓣的也还没有补啊，来这里直接补上一个大的花瓣啊。直接补上啊，来补充颜色。补充颜色的时候，你笔干的时候，你的笔尖直接去蘸一下水就可以了哈，直接蘸一下水。然后这些缺口我们继续再去补充花瓣，缺口我们直接这样子补充一些碎瓣进来就可以了，点一笔就是一个花瓣啊。然后我们再看着它的花型，慢慢去调整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花型啊，慢慢去调整它。你看一下哪里需要加花瓣，我们就加到哪里；看一下哪里齐了，我们就去补充花瓣。看哪里齐了，我们就去补充花瓣啊。这里感觉有一点点平，所以我们在这里补充一层花瓣。颜色有点没有调均匀哈，看到了吗？颜色没调均匀，你一下笔就能看得出来了。来，再看一下哪里需要去调整。来，这里感觉有一点点齐，我们把这个花瓣来加大一点，把这里再来一层，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个花型啊，看整个花型，有些地方我们可以回一下笔。可以回笔的地方回一下笔，表示这个花瓣的一些褶皱的这种感觉。用稍微的深一点点的颜色去回笔。来，这些缺口有些类似，你看这个缺口，3个缺口很类似啊，很类似的缺口，我们把闭合一下，就不要让太多的这个缺口类似的缺口。我们看一下，把哪个缺口给封了，把这个缺口给封了吧。好，把这个缺口给封了，就不要让太多类似的缺口平均分配啊，不要有太多的类似的缺口。那这朵花的话，我们再看一下哪里需要上面稍微的平一点，上面平呢，我们就不要用太多颜色，我们蘸一点底色，稍微的调一点点颜色，来反笔来调整，啊，稍微调一点点颜色进来。反笔去调整啊，反笔调整，这个上面是虚的地方，我们稍微蘸一点点底色，稍微蘸一点点藤黄过来，这里有一点点齐，我们稍微的去调整一下，整体去调整一下这一朵花。那有一些这种细节上的这些小的这种尖碎的花瓣出来，我们去加上一些细节上的东西，调一点点藤黄，回一下笔啊，回一下笔。来加一点点藤黄回笔，加一点点藤黄来回笔，加一点藤黄，把这些边缘的地方回一下，回一下笔。呼应一下这个藤黄，这里这么多，我们在这里偶尔来一个花瓣上也有一点点藤黄，偶尔来一个也有一点点藤黄进来。这个碎的话，看一下这个碎的话，这个尖有点类似，我们把这个灭掉，不要它，就不要太多的这个尖类似，我们偶尔生出一两个，一个就可以了，就不要太多这种一样的去类似它。好了，我们这朵花的整体的这个大概基本上就完成，然后我们把这个花心给填上啊，花心用最深的这个胭脂，用胭脂，用最深的胭脂把这个花心的地方
好，这个就是一个太阳形的，我们把这个花心加上。太阳形的花就是把花心加上特别重要，把花心画上去，它整体的效果才会出得来。如果没有加上花心，可能还体现不出来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朵花哈，看一下这朵花的颜色上，颜色的这种深浅的这种变化，这个反半是比较浅的，然后正半是比较深的，这样更加凸显出这个正反半的这种感觉。然后整朵花上这一块都是深的，然后这一块又是浅的，让它有这种深浅颜色变化，而且是慢慢的过渡啊，不要一下子深一下子浅，要慢慢的过渡过来，让它感觉有一种虚实的这种变化，一边虚一边实。这边我们画的时候就没有说把这个正反半把它体现的很清楚，我们就是要有这种变化来，这些我们正反半把它画的很清楚，这边就没有了。我们要一朵花里面要有这种虚实的这种变化来。虚实结合，对，我们的花心在这个正中间哈。好，我们来画这个花心，分5组。好，我们点花心，稍微点这个小豆芽，稍微的带一点点勾。
好，我们点花心分5组去点，就像点这个小蝌蚪啊、小豆芽一样的，一点一点的点。当然，我们分组要密的地方很密，密的地方很密，偶尔有跳出来的，偶尔有跳出来的。花心里面有太白，花心是藤黄加太白，藤黄加太白，这个是这个太阳形的这一朵花啊，好看吗？大家说好看吗？好，我们来给大家分解一下这个花心啊，你们说要分解花心啊。这个花心正面的、侧面的这个花心是这样子的哈，几个这个花的这个籽啊，里面的这个籽是这样子的哈，大概是这样子的。然后这边上这个上面还会长一点点这个像小花、小什么一样的。那你画的时候偶尔也要跳出来，不能太整齐了。那竖着这个花心竖着的时候是这样子的，然后周围是有这个花心这个丝啊。花心和丝花心，来花心，那它本身是这样子的一个形状，本身是这样子的形状，看到了吗？能看见吗？它本身竖着的，它是这样子的形状。那我们画正面的时候，我们只能说把它画成这样子了，画成这样子的。那只能说把它画成这样子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样子的哈。那我们这画成这个小花，我们看不到了。然后这个花心一样的，沿着这个周围，我们为什么分组去画？分组就是不要让它画太整齐了，太没有变化了，我们就分5组。那这一组、2组、3组、4组、5组。这样子分5组，然后点花心，点很多花心。那点很多花心，大概形状是这样子的，形状大概是这样子的。在咱们点花心的时候，我们点的时候像点这个逗号一样的，这样子啊，点出这样的形状啊，点出这样的小蝌蚪形状，这样子点哈，一点，笔尖下笔点下去，笔尖下笔点下去，点下去就会点成一个个的小豆芽似的，一个个小豆芽似的，你稍微的点的有一点点小豆芽似的就可以了。这个就是花心哦。然后这朵太阳形的也画完了。这个花不太好加叶子哟，这一朵这么少，你就做一个范本吧，加叶子也不好看，而且它也在正中间。我来加一下试一下啊。
这个真的不好加，加了也不好看，知道吗？加的真的不好看，因为它是一个四方的，然后花又在正中间，怎么加都不好看。好，就简单的加一点点哈。其实这个就做一个范本就可以了，不加叶子更好。加叶子，因为它花太大了，纸太小了。好，大概的就随意的加几点叶子就可以了。